我想制作關於湄公河的影片，從它的源頭中國到緬甸到老撾，然後到泰國，再到柬埔寨，最後從越南流入大海。這些沿途的風光人文，我都想要親自的走一走看一看，所以我才到柬埔寨來。因為這條河流當中，唯一還有江豚的水域就在這裡。我這4天3晚是從老撾的邊境進入的，從最原始的鄉村到最繁華的首都。我感覺這個國家太撕裂了，就像是一個濃縮了的人類發展史，也像是一個世界大國的角力場。第一次來這裡的我，心情都感覺有些沉重了。柬埔寨的土地平坦，水源充足，按理來說，光靠着農業就能夠養活自己才對啊。為什麼這裡還有人是處在飢餓線以下的呢？外界傳聞的園區電柵從業員在這裡真的不是什麼天大的秘密，難道都沒有人管他們嗎？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從老撾的4000美島買到了國際跨境的車票，先坐船再坐面包車，過了海關還得換2套面包車，5個小時之後才能夠終於上到了柬埔寨菊景市的突突車。乍看之下，這個河濱公路還挺現代的嘛，房子都很有法式的風情，因為這裡曾經被法國殖民過。但是車子沒開幾分鐘就開始進入爛路了，和剛才的那一段柏油路可真的是天壤之別。我怎麼感覺有一點像是來到了難民營的感覺呢？實在是太奔波了，這一路太難走了，實在太難走了。菊景的英文讀音是 Galatdet， 但是本地語言高棉語的讀音呢，卻是 Galatjet， 好像不太相似吧？那是因為在法國殖民期間，它是按照法語的發音寫下來的，最後再用英文來讀，就當然感覺不像了。而中文呢，普通話也是不相近的，但是如果你用粵語來讀，就會比較接近了。Gatjang Galatjet 是不是有一點接近呢？最初是下南洋的講粵語或者潮汕話的人把它寫下來的，那現在再用普通話來讀，也就當然沒有相似的地方了。如果你說既然之前都錯了，那就把它推翻了重來，重新開始不好嗎？這個國家就真的曾經有一個領導人認為歷史的錯誤太多了，必須要推翻了重新開始，從而引發了人類史上最血腥、最暴力的紅色高棉慘劇。他要把所有能夠認字、有知識的人全部都消滅掉，他更要把幾百萬城市裡面的居民像要趕牲口一樣趕回到原始的叢林裡面去，說是要讓一切都從零開始，不願走的話格殺勿論。在這3年08個月的時間裡面，柬埔寨失去了1/4的人口，足足有200萬人。你可能會覺得，這難道不就像是2000多年前中國的那場焚書坑儒嗎？那個領導人難道就沒有讀過歷史嗎？結果恰恰是他不僅是讀過歷史，甚至還留學到法國去了。也許也是受到了法國大革命激進派要把日曆重置為0年的啟發吧，他也要在柬埔寨按下一個重置的按鈕。歷史上很多的獨裁者都有一種純粹主義的潔癖，他們認為城市就是罪惡、欺詐和資本腐敗的溫床，只有那些原始的農業勞作才能夠洗滌靈魂。完了，我好像挺認同的，特別是後面我到了他的首都金邊的時候。You talk to the driver? Tomorrow? 酒店的老闆娘告訴我說，這些貼着中文對聯的果然就是難民的一種，他們是法國殖民時期從越南來的人，現在越南回不去，柬埔寨不認，變成了沒有身份的人。等一下，越南人貼着中文的對聯？是的，因為他們很多是當年下南洋的華人後裔，
如果再往古老一點的歷史來說，整一個越南都是屬於漢字文化圈的。昨天晚上，酒店的一位澳大利亞的游客告訴我說，在這裡看江豚是不需要靠運氣的，是100%能夠看得到的。但是能不能夠拍下它的照片或者視頻，那就得看你的運氣夠不夠了。你們猜猜看，我拍到了沒有？在這一片水域，湄公河伊洛瓦底江豚只剩下不到100頭了。它們是和海洋裡的海豚屬於同一個古老的家族。當它的同伴們奔向星辰大海繼續進化的時候，它們選擇了留在這一條淡水河裡面，成為了最原始的一代。對於生物的演化史來說，它們就像是活着的標本。它們太脆弱了，連一點點現代機械的噪音都承受不了，所以船夫要特意的配備靜音的馬達。這一個黑色的短小一點的就是了，它只是輕柔的推開水波，聲音非常的小。旁邊那台又大又長的才是用來趕路的。好了，不要眨眼了，他們要來了。5、4、3、2、1。這個圓滾滾的腦袋躍出水面的那一刻，並且是整整5頭同時躍出水面，居然被我拍到了。看到這裡，請你一定要為我點個讚哦！能夠共同見證這一幕，你和我都實在是太幸運了。事實上，我當時是同時架着3個設備在拍的，但是只有手機能夠抓拍得到。經常是能聽得到他們用鼻子噴水的聲音，但是當你把鏡頭移過去，就已經太晚了。如果你能夠親自來這裡的話，其實是可以看到更多的。光聽他們這種噴氣的聲音，就能夠分辨出來他們在哪個方位了。只是可惜，我在錄音的時候，岸邊人家用音響播放音樂，蓋住了江豚和我們一樣在游泳的時候會發出來的那種噴水的聲音。這個江豚的嘴巴和海豚是完全不一樣的，因為它們覓食是靠着強大的吸力把魚吸入嘴裡，而海豚呢是用長長的嘴先把魚夾住了再吃。在紅色高棉的時期，它們被炸藥大規模的捕殺，因為可以提煉魚油用於戰爭的機器上。到了今天，上游不斷築起的大壩和現代化的非法電魚，依然在把它們一步一步地推向絕境。They cook here. Okay, I buy 2. 在菊景這裡，有着柬埔寨公認的最美味和最出名的竹筒飯。他們把生糯米塞到新鮮的竹筒裡面，放在這些炭火上面烤1個多小時。你買的時候，再把外面燒黑了的外皮給砍掉，按重量來計算售價。這一份呢，就是菊景酸魚了。說這是菊景乃至整個湄公河流域最硬核、最地道的生猛小吃。他們把生魚肉去骨剁成泥，再拌上大量的蒜末、辣椒鹽和烤米粉，然後再進行自然發酵2到3天。外面包着它的葉子，自帶有一種特殊的苦味和酸澀味，但是它卻剛好中和掉了生魚肉的腥味。再配有幾粒辣椒籽，吃起來有一種先苦後回甘，但是酸辣又交織在一起的感覺。但是如果我告訴你，這個葉子其實是苦楝樹或者叫做苦苓樹的葉子來的，你會不會被嚇到呢？它明明是有毒的呀。但是你放心好了，柬埔寨這裡的是印度苦楝，人家這裡的呀是著名的藥食同源的植物，有清熱解毒、抗炎、防瘧疾的功效。看完了江豚，我就要去首都了，因為我想要沿着湄公河的軌跡看一下沿岸的真實生態。下了重本，用$100包了這一台車。
作為一個幾乎沒有煉油工業的國家，這裡的油價比我們國內都要便宜。但是如果路況、車況不好的話，低油價也是於事無補的。就好像這個國家的命運一樣，紅色高棉把這裡變成了廢墟，你是先修路呢，還是先換車，還是先穩住油價呢？一切都重新開始是非常難的，並且歷史的傷口要癒合也是極其緩慢的。1979年那個瘋子倒台了之後，柬埔寨的春天也並沒有馬上到來，而是陷入了長達10年的叢林游擊戰。直到聯合國在這裡砸下了幾十億美元，這裡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束內戰，迎來和平。但是那都已經是接近2000年的事情了。那個瘋子雖然死了，但是他的目標卻實現了。這個國家不得不從零開始。這些戴着頭巾的穆斯林是幾百年前被越南滅國之後逃亡到這裡來的戰族後裔，同樣都是流亡者，他們就比舉警的越南難民要幸運一些了。他們在這裡是擁有合法身份的，差別就在於他們是古代的難民，越南那些是現代的。好像這個世界越是現代，國界就越是冰冷，人類也越變越嚴苛了。都說老天爺賞飯吃，在這個到處都能夠長出莊稼的地方，應該是不需要擔心餓着的呀。但是事實上，這裡依然有超過10%的人口是掙扎在飢餓線以下的。明明能夠種得出來食物，為什麼還會餓着肚子呢？很簡單啊，因為這些土地和他們是沒有關係的。在經歷了那個清零運動之後，人和土地的關係也被徹底的清零了。什麼證書啊、檔案啊之類的，全部都被銷毀了。之後，跨國的資本就盯上了這裡，用這些土地來種橡膠啊、甘蔗啊，因為他們比種大米更加容易賺到美元。原本我是衝着這一座世界上最長的手工竹橋來的，但是河裡的這2艘從越南開過來的國際豪華郵輪就實在是太搶眼了，你很難不被它轉移注意力。船上面住的都是花了好幾千、將近上萬美元的歐美遊客。我並不是想要表達所謂的這個世界上從來都不是公平的啦之類的話，我只是試圖用一種更加宏觀的方式來和你分享一下資本運作在這個國家切開的巨大裂口。難道這些跨國的資本就沒有帶來一點點正面的作用嗎？那當然是有的，但是現實的殘酷就在於它所帶來的光鮮亮麗是在用一種極其撕裂的方式呈現的。到了金邊之後，看着窗外這些豪華的像是皇宮一樣的住宅，我瞬間覺得我包的這台破車有一點太掉價了。這個城市給我的第一印象非常的好，車水馬龍，但是大家都不怎麼按喇叭，安靜的就好像是一個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國際大都會。但是这真的是完全回到中国了吧？金街廣場、音樂餐吧、長樂竹道、蘭州拉麵。酒店的房間在27樓。這個配套和上午的舉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2個世界，但是在這裡能看到的就只有高級的公寓、豪華的酒店、美容美髮店、中餐廳、按摩店、夜總會。那到這裡的人是在哪裡工作的呢？因為一個寫字樓、實業公司的招牌都看不到啊。在這裡的年輕人從衣着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是住在這裡的。但是他們對鏡頭、對陌生人的感覺都極其的敏感，眼神裡面充滿了防備心。我心想，難道他們就沒有見過遊客到這裡來嗎？
拿着相機到處拍，不是很正常嗎？這份廣東臘腸粉味道還挺正宗的，但是這個灰產園的宣傳物就在我的面前。令我更加心跳加速的是這裡食客們對話的內容，說什麼來這裡8年賺了40萬，當初是欠了一屁股債過來的，明天就要回國了，還說頭2年沒有賺到錢，好在後來拉到了一個埃及的大單，追了3個月才把錢弄到手。我馬上打消了和老闆閒聊的念頭，再加上在街道外面還有人在發名片，附帶着說是自家帶的小妹哦，絕對安全哦。我還是趕緊回酒店房間吧，那裡更安全一點。昨天進入市區的時候，看到有很多法式的相對老舊一些的街區，可能那裡會更有這座城市的底蘊吧。我就決定要走路過去，但是走到這個獨立廣場的時候，沒有看到禁飛的標識，無人機起飛之後就被沒收了。有興趣了解的朋友可以點擊右上方的鏈接去看一看。這邊的街區很舊，但是餐廳裡面的年輕男女，有些是說日語，有些是說英語的。同樣在這裡也看不到有什麼企業，那他們是在哪裡上班的呢？帶着這一大堆的疑問，我不得不求助 AI 了。結果看到的答案又是令我的三觀碎了一地。金邊這裡的科技產業是幾乎為零的，實體製造業呢都在郊區，市中心是零生產力的，是一個純粹為了花錢而存在的消費泡泡。那既然沒有實體的跨國企業，那這些外籍的年輕人是從哪裡賺錢來這裡花呢？中國街區的人是遠程賺中國的錢來這裡花，要繞這麼遠去賺的錢是什麼錢？大家自己想吧。而西方街區的人呢，也是遠程拿着他本國的錢來這裡花，那些錢是慈善的錢。什麼？慈善的錢？對，你沒有聽錯，這些錢來自非政府組織，也就是俗稱的 NGO。他們的組織在西方募集善款，這些人在這裡負責分配下發，但是他們都是領着豐厚薪水的。同時，他們需要不斷地向上面匯報這些善款的新進展，並且還得在這個國家繼續收集新的悲慘，以便總部能夠有足夠的素材去持續的募集捐款。所以如今的柬埔寨是全球 NGO 最密集的國家。那他們捐款到這裡來，對這裡的人不是一件好事嗎？中國人在這裡建了那麼新的街道和大樓，難道也算不上一件好事？答案是，剛開始的時候是美好的。不可否認 ，NGO 的確曾經把柬埔寨從死亡線上面拉了回來。中國的資本也是一樣，最初的時候的確為這裡創造了很多新的就業機會，但是時間一長，規模一大，就反客為主了。物價飛漲的程度遠遠高於本地工人工資的增長，有了工作，但是吃的住的並沒有比原來沒有工作的時候更好。而更加殘酷的是，如果這裡的貧窮消失了，那 NGO 拿什麼去募集捐款呢？在這裡能夠享受高薪、越野車、豪華的這些待遇，難道他們要找一個新的地方去工作嗎？你縱觀全世界，哪裡可以找到既可以拍到最慘的畫面，同時還能夠享受到最豪華的生活的國家呢？中國資本建起的現代化都市是和本地人無關的，它只是給中國人自己在圈子裡面內循環，在自己的中餐廳吃飯，在自己的 KTV 消費。本地人大不了在這當中找個保安、保潔的工作，但是你別忘了，他們還是一樣要和中國人去同一個菜市場裡買菜。拿別人的悲慘變為自己的享受，這也太可恨了吧！還有那些做詐騙的，害得別人家破人亡，他們怎麼就可以這麼殘忍呢？在這裡，
我不得不以殺豬來為你舉例了。我說的是真正的殺豬啊。如果你想吃豬肉，我給你一把刀，讓你去把豬殺了。你要聽着它的慘叫，看着它的血噴出來，然後慢慢的呼吸變弱，直到死亡。你再一刀一刀的把它的肉切下來，你可能就不想吃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超市買那些包裝好了的豬肉，又或者在西餐廳看着菜单上面那些肉人的圖片，這個時候你會把它和殘忍聯想在一起嗎？這些從業人員也是一樣的，他們可能只是給豬肉打包裝的人，又或者是在煎豬扒的人，他們只是在做着流水線上面的一道工序，只是在完成一份工作而已。至於豬是什麼品種，有多少兄弟姐妹，快不快樂，他們需要管嗎？需要覺得自己殘忍嗎？其實恨他們是沒有用的。我在這裡並不是想要為他們洗白，我只是希望你們知道，恨只會傷害你自己，對於別人，對於這個世界是毫無作用的。我呢，是用旅行的方式來把這種恨放下的。因為只有看透了才能夠放得下，看透的第一步，那就當然是得走出門去看了。柬埔寨這裡就像是一個摁了快進鍵的世界，而在老撾有一個像是被摁了暫停鍵的地方。如果你有興趣，請關注我的頻道，下一集和你分享。謝謝。